新房装修，很多业主还在纠结装哪种热水器好。如果你对热水器完全不懂，那建议你直接选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体积小，加热成本低，即开即热，不挑季节和天气，可365天24小时不限量提供热水，是几种热水器中最稳当的选择。但很多人对于如何选购燃气热水器还是一知半解，可能花了大价钱买回家的产品，没用多久就也出现了水流量小、水温忽冷忽热等问题，大大影响我们的用水体验。这一期小东结合自身的使用体验以及选购燃气热水器的6个核心关键点，告诉大家怎么买燃气热水器好用且省钱。升数怎么选？首先，大家都知道储水式电热水器的升数是代表容量，即升数越大，储水容量越高。但燃气热水器是不储水的，属于即时加热型，所以它的容量是以出水量来衡量。升数是代表每分钟可以把多少升水升温到25摄氏度。那具体买多大升数的合适，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一般是多少个人同时使用热水。举个例子，家里是1厨1卫的，那买个13升就够了。如果是1厨2卫，那一般都是2人以上同时使用热水，那选16升就够了。当然，家里有大浴缸的可以选20升以上的。我的建议是升数尽量选大的，真的不会后悔。排气方式选哪种？燃气热水器11次，3种排烟11次，分别是直排式、强排式、平衡式。首先，直排式热水器是将气体直接排放到室外，安全性差，在冬天不开窗通风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基本已经淘汰和禁止生产了。目前主流的排气方式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其中在这排式因为安装比较简单，性价比也高，被广泛使用11次，属家庭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必须安装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比如家里的厨房或阳台。而平衡式热水器是一种采用完全封闭的热水器，进气来源于室外，燃烧后排放到室外去，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安装在浴室的。但这种热水器成本很高，安装也比较复杂，一般在高端热水器上才会使用。水箱材质怎么选？燃气热水器的热交换器是燃气热水器的核心部件，也是热水器加热性能的关键。水箱在长期高温高湿环境下工作，所以选对材质也非常重要。目前市面上的水箱材质比较常见的有无氧铜、零脱氧铜以及不锈钢材质。首先，不锈钢材质的不建议选，效率低，加热比较慢，而且11次贵。在这个优势就是保温比较好，无氧铜热传递效率高，加热也更快，而且耐腐蚀，高温性能也比较好，价格也比较实惠。而零脱氧铜11次含氧量更低，使用11次长，但导热性略低，具有99.9%抑菌率。综合来看，无氧铜和零脱氧铜区别并不大，都是热交换器水箱材质不错的选择。恒温方式怎么选？我们平时洗澡时，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热水的温度不稳定，水温忽冷忽热的，相信大家都受不了，所以就会涉及到燃气热水器的恒温功能了。它主要是保证我们出水温度的稳定，不会因为用水或者水压的影响导致忽冷忽热。常见的恒温方式有比例阀调节、水汽双调以及水量伺服器3种。第一种是入门级的，通过控制燃气比例调节阀来控制水温，它会受水压以及多处用水量的影响，恒温效果差，一般在低端燃气热水器上还在使用，不推荐大家选。第二个是进阶级，是在这个燃气比例阀的基础上增加了水汽双调，它会比只有燃气比例阀的调整有很大的提升，水温的波动可以控制在0.5度左右，整体会比较舒服，但是它会受水压因素的影响。第三是高阶级，就是增加了水量伺服器的调整，它不会受到水压、季节性温度的影响以及多处用水的干扰，恒温基本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优，但是价格也是最贵的。这种技术常见于高端的燃气热水器中，但是其实水量伺服器它其实更适用于水压波动比较大的夏天。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水压波动不大的话，那其实水汽双调就够了，性价比也更高。下置风机和上置风机选哪种？风机的位置怎么选？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也重点说一下怎么选择。两种风机位置不同有什么区别？先说上置风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排气能力强，并且成本低，但它缺点是热效率低，并且电机靠近高温区域，比较容易烧坏，使用寿命大打折扣。而下置风机
不仅热效率高，并且温度低，且寿命长。在这点就是成本高，一般2000元以上的机型51次，所以预算充足的话，我们一定优先选下制风机的燃气热水器。6. 零冷水功能有必要吗？买燃气热水器，很多人都纠结到底需不需要选择带零冷水功能的。其实这个功能它主要就是解决我们每次用水的时候要放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水的问题。零冷水的优点自然不必多说，大家都懂，一打开就是热水，舒适性高。冷凝水功能虽好，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如果是安装回水管来实现热水循环的话，那么安装成本必然会很高。如果是通过末端加装单向阀，虽然安装成本低，但冷热水管共同形成一个水路的话，那么弊端是连你家冲马桶的水都是热的，后期的使用成本比较会更高。所以原则上来讲，如果是普通住宅热水器到淋浴区的距离不超过10米，就没必要选择零冷水热水器。一般这个功能只适合空间比较大且不在乎成本的别墅住宅。燃气热水器品牌怎么选？如果考虑选购高端机型，建议优先选择林内、能绿、史密斯等国外品牌，恒温与性能方面表现更好，特别是在高端产品上尤为出色。如果中低端机型，可以考虑海尔、美的、万和、万家乐等国内的主打性价比的品牌，市场占有率高，售后也有保障。新房装修，为什么大家对于客厅装修会格外重视？因为客厅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同时也是会客和休闲的主要区域。不可否认，茶几作为曾经家庭中标配的家具之一，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现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客厅装修设计上都舍弃了茶几呢？在我看来，客厅放与不放茶几，两者入住后的家居体验差别实在太大了。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关于摆放茶几的那些事。1. 客厅为什么要摆放茶几？1. 传统观念，特别是在老一辈的眼中，在装修上还保留传统观念，他们会觉得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个3件套的组合本就是客厅该有的样子。直到现在，大部分人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装修设计，甚至感觉缺少任何一件客厅都是不完整的。2. 功能需求，茶几从名字上不难看出，它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性。比如南方人习惯了把它当作喝茶待客的地方，北方人甚至把它当成餐桌，一家人围坐在茶几旁，边吃饭边聊天。所以说，在国人的心目中，茶几不仅是一件家具，也是家人和朋友维系情感的纽带。除此之外，茶几还可以用来收纳储物，比如放置一些遥控器、水杯、小零食等杂物。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要茶几？1. 太占地方。虽然茶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必须要承认，它确实很占地方，这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大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小户型客厅来说，十分不友好。很多人吐槽，客厅不摆家具还好，摆上沙发、茶几、电视柜之后，整个客厅瞬间变得非常狭窄，且显得空间更加拥挤。别说美观性了，就连过个人都非常的困难。2. 增加家务量。之前也提到，茶几虽说可承担部分收纳功能，但一旦有了茶几，家里人就会不自觉地乱放东西，时间一长，上面会堆满水杯、零食、杂志，还有一些小物件，基本上就变成了家里杂物的聚集地。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家里的干净整洁度，还会影响客厅的颜值，同时也成为了家里清洁卫生的重灾区，无形中增加了家务量，收拾起来也相当麻烦。3. 活动空间受限。传统的茶几几乎占据了客厅的大半个空间，占地方又不好移动，而且还大大的降低了客厅的活动空间。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一般这个区域会成为小朋友平时玩耍的主战场。小孩子天生就好动，很喜欢在客厅里跑来跑去，这个时候客厅中间的大茶几势必会成为最大的障碍。而且大多数的茶几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会有尖锐的棱角，对小朋友来说很容易造成磕碰受伤。所以这也是很多有宝宝的家庭舍弃茶几的主要原因，为了就是来杜绝不必要的安全隐患。3. 客厅不放茶几有哪些装修建议？1. 边机或圆桌代替茶几。其实如果客厅不放茶几，完全可以用沙发边机、小圆桌或小推车等小型家具品来替代茶几的收纳功能。与传统笨重的大茶几相比，它们不仅造型轻盈简洁，而且方便移动，使用灵活性高，既可以满足遥控器、纸巾盒等小物件的收纳需求，同时还能给客厅腾出更多的活动空间。2. 地毯加沙发的组合，舍弃茶几。
客厅中间只铺地毯，这样的设计不仅会让客厅空间变得更宽敞，而且也能收获更多的活动空间。比如年轻人可以坐在地毯上追剧看电影，如果平时好友来做客，也可以围坐在地毯上打牌聊天。有小孩子的家庭，中间没有了茶几的阻碍，也能肆无忌惮地攀爬跑动，没有磕碰的危险。而且空间如果变得宽敞了，父母也方便陪同孩子游戏玩耍，更有利于增进亲子间的感情。3. 靠墙放书柜或矮柜。客厅不放茶几，也可以靠墙设计书柜或者矮柜。一方面，靠墙做边柜不占空间，还充当收纳储物功能，把平时不常用到的东西转移到边柜里，这样会让客厅变得更加干净整洁。另一方面，如果靠墙做书柜设计，这样拿取书籍也更方便，父母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培养孩子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的习惯。写在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放茶几？这么说吧，以前的茶几，它一方面可以用来接待客人，一方面还是家里娱乐的地方。但是反观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家里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客人，即便是有茶几，大多数也是摆设。而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强大，客厅的娱乐功能也日渐弱化，所以也就失去了茶几存在的意义。最后，小东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家里在装修，你还会选择客厅放茶几吗？记得我小的时候，大多数家庭的洗澡方式还是传统的烧热水模式，但随着太阳能热水器的发明推出，让人们感受到确实要比烧水来的方便，于是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在10几年前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在享受太阳能热水器带来的便利。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装修新房选择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还出现了一部分业主舍弃开发商配置好的太阳能热水器，而是改装电热水器或燃气热水器的情况。那曾经红极一时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何如今会跌下神坛，渐渐被冷落了呢？本期小东就客观地说说太阳能热水器的优缺点，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避坑。先来看看太阳能热水器有哪些优势。1. 节能性高。太阳能热水器是靠阳光来加热水管中的水，吸收太阳光后，再将光能转化成热能，可以24小时提供热水。要知道，太阳光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说白了，只要天气晴朗，热水就可以一直免费用。虽然在冬季光照时间短和光照不强的时候，也需要通过部分电能来进行辅助加热，但是对比完全依靠电能的电热水器来说，显然节能性更高。而对比燃气热水器而言，不会用到天然气，也就在能源消耗上可以节省很大的一笔花销。2. 节省室内空间。目前来说，不同类型热水器对安装条件和环境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常见的储水式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一般都需要安装在室内的厨房、阳台或者卫生间。但是太阳能热水器安装的条件却恰恰相反，因为它需要吸取太阳光照，才能达到想要的制热效果，所以需要选择能够照到足够太阳光的位置安装，比如说家里的院子或者是屋顶，这样也就节省了室内的空间。3. 安全性高。这点很好理解，因为太阳能热水器是通过太阳能进行加热，所以一般会安装在屋顶，也有高层选择悬挂在室内的，总之都是人员不能触碰到的地方，这也就避免了触电的风险。相对于燃气热水器而言，没有气体污染物的排放，也不会出现燃烧不充分的一氧化碳中毒问题，更不会出现煤气闪爆危险，所以太阳能热水器安全性更高，可以放心使用。4. 使用寿命长。太阳能热水器不仅节电节气，而且耐用寿命长，正常使用情况下不易损坏。一般来说，家用电热水器的寿命普通在8年左右，燃气热水器则是在6年。这两种热水器即便是每年都定期保养，但时间久了也会出现内部零件老化问题，所以超过年限就要更换新的，不然容易发生安全隐患。但是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会很长，一般正常使用在10年左右，如果定期维修维护，基本都能使用到15年以上，甚至更久时间。再来说说太阳能热水器为什么不红了，它的劣势在哪里？1. 使用上的不便。太阳能热水器的自身优势是节能不耗电，这也是大家认可的点，但是说到底也是靠天供热的玩意。说白了，太阳能加热的效率完全取决于天气的好坏。夏天
光照强的时候水温就高，遇到阴雨天气，放出来的基本也都是凉水，到了冬天能用到的时候更是少之又少。可能有的人会说，现在的太阳能热水器也有电热辅助装置，可以在光照不够的时候通过热能辅助加热的，但问题是太阳能电加热成本很高，一般200升储水量的太阳能热水器加热时间过长，能耗大，而且夜间加热不明显，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放弃了它。2. 浪费水，舒适感不强。咱们都知道，一般太阳能热水器多数是安装在楼顶上，需要把室内的水管和顶楼的热水器连接才能提供热水，所以这就导致管线太长，里边会有大量的积水，所以每次用之前都要先把冷水放出来，然后才有热水。另外就是使用热水的舒适感差，因为太阳能的水温是根据天气而定，这也就导致水温的不稳定，夏天烫得要死，冬天冻得要死。还有由于太阳能热水器热水的最高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与冷水温差很大，尤其是在洗澡淋浴时，其他人一般就不能使用热水或冷水了，因为一旦使用会影响冷热水的水压变化，会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3. 维修成本高。太阳能热水器因为是安装在楼顶上的缘故，经常风吹日晒的，所以定期的维护检修是少不了的，不然用几年就容易出问题。像检修水管、更换密封圈等等，维修一次人工费加上更换损坏部件，一般来说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4. 后期养护麻烦。加上太阳能工作原理，使用上会让水管内时常有泥沙残留，这种杂质长期在水管内部会对机器造成轻微的损伤，所以太阳能水管需要经常性的清洁，但其内部结构相对复杂，一般需要专业人员来维护，如果是地区偏远的乡镇用户，会导致维护上的不便，所以使用率也就大大降低了。5. 可替代产品太多。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多不同类型的热水器产品涌入市场，最常见的就是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不论是从使用和安装上都非常的方便，并且再也不受天气和储水量等问题的困扰，真正解决了每天都能在家洗澡的大难题，所以这也就让每天都有用热水需求的家庭直接选择了它们。总结一下，总体来说，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环保、热水便捷，其实算是一个好产品，但它的弊端也太过明显，过分的依赖天气和光照，这就导致了用户使用上的不便，而且因为安装环境受限，这也造成了后期的维修和养护都非常麻烦，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也就渐渐的被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等产品替代。说到装修这个事，相信大家都会经历至少一次，甚至好几次。那你们家在房子装修这个事上分歧大吗？毕竟房子要一家人住在一起的，要想装修进行的顺利，首先不能一言堂，但也不能每个人都有主意，不然真的会打起来。拿小编举例，当初小编仗着有些家装常识，便想着按照自己思路装的都是对的，但家里人不同意，毕竟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也表面屈服了。但是入住后，这些设计细节真是让我始料未及，越用越实用啊，真的香。很想说，再装新房我还这么装。1. 入户门贴膜改色。当初装房子的时候没有更换入户门，因为觉得地产商给配的入户门质量很好，家里人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颜色太老土了，是猪肝红色的，跟装修风格不配。但是我觉得反正也是在门口，不影响什么。入住之后是越看越突兀，就想换个门，家里人不同意，说几十块就能搞定的事，非得花冤大脑袋钱。果然会过日子的人就是不一样，贴完跟换个门似的，又便宜又实用。有改色需要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小编家里选的是汽车贴膜改的色，缺点嘛还是有一些的，门造型处会有一些贴合不完美，但可以接受，优点还是蛮多的。省钱就不说了，贴膜特别适合有小孩的家庭，没有味道，刷漆的话会有味，而且后期不喜欢了，把膜撕掉换一张贴纸，又变一扇新的门。2. 满墙电视柜。按照我的想法，客厅背景墙是要用岩板做造型的，还是家里人不同意，原因是嫌家里储物空间少，再加上隔壁邻居家做了满墙的电视柜，又有收纳效果还好看，所以我的想法直接被 pass 掉了。但是使用之后是真的香啊，原来想着家里能有多少东西需要收纳，怎么就能不够装？事实是不要小瞧家里人的购买及囤货能力，
真的很能装，简直可以比拟一个储藏间的收纳能力。做的无拉手设计，整体效果完整，显着很大气，跟风格相得益彰，也不会觉得压抑。小编真心建议，家里柜子能多装一定多装，越多越好。后期过起日子来，你一定会感激我的。3. 万向水龙头。当初装修时选的是普通的水龙头，入住后小编就想给它换成可抽拉的水龙头，想着临时洗个头和清理手盆的边边角角，多方便多实用啊！但家里人不同意。嫌贵又嫌费事，直接在网上买回来这个万向水龙头。用过之后，小编只能感叹一句：用着真香！万向水龙头可以随意旋转固定，不像抽拉水龙头还得一只手拿着龙头才能洗头。刷牙也可以不用漱口杯了，直接活水漱口，主要才10几块钱，真是经济实惠、便宜好用。4. 金属踢脚线。说到地踢脚线这个事，真是当时装修选材跟家里人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主张用实木踢脚线，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人不同意，说我是土老帽，现在装修都用金属踢脚线。果然装上效果非常洋气，颜色也比较全，各种各样的，而且偏哑光，非常有质感，实用性也是蛮多的。它不仅防潮防水，关键还防火，最主要环保安全。后期如果需要拆卸，卡扣式设计也很方便。5. 极简地轨推拉门。关于厨房推拉门，我的想法是做吊轨推拉门，原因是好收拾卫生，而且地面瓷砖完整性好。家里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担心有掉落风险，而且封闭性一般，做菜时油烟会跑出去，并且推拉次数多的情况下还有晃动的情况。后来在网上看到这个极简的地轨滑道门，一下子就把困扰我的问题都解决了。这种极简的滑道是直接在地砖上开槽，然后把极窄的地轨放进去，既好打理卫生，封闭性也好，还安全稳定，真心推荐。6. 橱柜免拉手柜门。家里之前的橱柜都是带拉手的，时间长氧化变色，油烟熏的，还有卫生死角，最主要现在不流行了。本来橱柜厂家推荐的是反弹器开门，感觉不错，但家里人反对，理由是查阅网上资料，评价都不太好，反弹器不灵敏，后期干脆失灵了，诸如此类的评价比比皆是。后来直接选的门板延伸的做法，还省了不少配件钱，后期效果真的不负众望，不仅干净整洁，颜值高，又特别好打理卫生，整个厨房空间更加宽敞大气。最后小编建议吊柜地柜一个颜色，这样整体颜色更配套。7. 金属衣柜。卧室不大，还想拥有衣帽间的朋友看过来，强烈推荐大家尝试金属衣帽间，我也是被家里人成功安利的。原先想着还是做个衣柜就行了，结果被家里人教育了，告诉我现在都流行装金属衣柜，后期效果和实用性真的超出预期，增加了至少1倍挂衣空间，同时省去了不少叠衣服的时间，也不用担心衣服褶皱的问题了，并且一开柜门，衣服在哪一目了然。同时金属衣柜在成本上也大大节约了预算，差不多2平多的面积1000多块钱就能搞定，最主要也没有甲醛问题，又省钱又安心，颜值也不输正常隔板衣柜。装修房子真的是一个大工程，里面的细节也是不胜枚举。以上这7个小编家的装修细节案例，真心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启发和借鉴，同时帮助你提升居家的幸福感。什么是壁挂马桶？其实壁挂式马桶就是把马桶挂在墙面上，所以也叫挂墙式马桶。与传统的落地式马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无地面的卫生死角，而且安装后简洁大方，颜值颇高，因此也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近些年可谓是红极一时。客观上来讲，壁挂式马桶确实有它自身的优势，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装过壁挂马桶的人都有些后悔了，甚至很少建议别人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风靡一时的壁挂马桶会跌下神坛，不受大家待见了？其实在我看来，原因也很简单，都知道壁挂马桶颜值高，易清洁，但却忽略了壁挂马桶的缺点。如果你家卫生间也打算装壁挂式马桶，建议你不妨了解一下它的这些弊端再决定。1. 造价高，款式少。虽说壁挂式马桶颜值高，但成本造价却出奇的高。市面上普通马桶即使买个大品牌，不过才1-2千元，但如果是壁挂马桶，价格至少要贵1倍以上，而这还仅仅是马桶自身的价格，还不包括后期安装和砌墙的费用。其实壁挂式马桶与普通马桶的区别仅在于它是暗藏式水箱，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但一些国外牌子
动辄大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售价，简直是暴利，溢价太高了。而且因为壁挂马桶目前还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所以选择的款式也比较少，一旦后期坏了，型号升级，配件也很难买到。总体来说，壁挂马桶市面价格至少在5000元以上，再加上少则几百，多则上千的安装费用以及后期的砌墙成本，综合算下来，价格确实不菲。所以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不选择壁挂马桶的主要原因。2、冲水噪音大。有些人会说，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预埋在墙里，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好，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但其实马桶的上下水声音并不大，反而是它的冲水噪音才是咱们更应该关注的。要知道，壁挂马桶是强排的，所以马桶必须是直冲式。用过直冲式马桶的人都知道，它是靠高水位、大冲力把污垢冲走，所以它冲水时的噪音声特别大，并且一些较轻的污物漂浮在水面的话，会有冲不下去的情况。反观落地式马桶，大多数是虹吸式的冲水方式，不仅冲水噪音小，静音效果好，而且还不会反味，冲水效果也是没话说，即使扔10几个乒乓球在上面，一样能吸进去。3、并不省空间。很多卖卫浴的厂家宣传说壁挂马桶更省空间，其实根本就是个误导。虽说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安装在墙里的，但实际上暗藏水箱的面积也是从你家卫生间里挤出来的，所以表面上看似省空间，其实只是个错觉而已。就拿壁挂马桶的水箱尺寸举例，普通水箱的高度也至少在90公分左右，其实马桶墙壁的宽度也要65公分以上，墙体厚度在20公分。除此之外，墙体外的马桶自身的尺寸一般也在55公分左右。再来对比一下普通落地式马桶，它的宽度一般为40公分左右，高度80公分。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安装壁挂式马桶反而更浪费空间。4、舒适体验差。壁挂式马桶区别于普通马桶，它是悬挂在墙面上，所以从使用上来说，肯定没有落地式马桶有安全感。虽说它理论上可承重400斤的重量，但对于一些身宽体胖的人来说，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心理负担。另外，壁挂式马桶还存在安装高度问题，安装高度太低的马桶下面卫生不好清洁，也失去了壁挂马桶的意义。但安装位置过高的话，对于个头矮的人使用上就不太友好了，因为坐在马桶上面需要踮脚，或者干脆双脚离地。短时间还好，如果上厕所时间长，必然会很累，甚至出现腿脚发麻、站不稳的情况。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小孩子的，出于安全和舒适性考虑，真心不建议选择壁挂式马桶。5、后期维护麻烦。壁挂式马桶至关重要的缺点就是后期维护维修困难，马桶的水箱用久了，可能会出现开裂、漏水等情况。如果是普通落地式马桶，维修起来比较简单，即使修不好，大不了换一个也非常方便。但如果是壁挂式马桶，出现水箱漏水、水件松动的情况，维修起来就是个大工程，搞不好还需要砸墙维修。虽说壁挂马桶在安装时也会留一个检修口，但封起来的马桶维修难度可想而知。另外，壁挂式马桶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所以对安装技术较为成熟的师傅也少之甚少。综上所述，壁挂式马桶颜值高，地面卫生好清洁，的确是它的优点，但成本造价高，后期难维修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相比于落地式马桶高出那么多的价格，体验感不仅没有很大的提升，反而还降低了舒适感与安全性。当然了，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家排水的卫生间想要做马桶移位，那么壁挂式马桶是首选的解决方案。否则的话，从实用性的角度，还是推荐大家选择普通落地式马桶。厨房装修，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玻璃推拉门，因为和传统的木质平开门相比，不仅节省空间，而且也不用担心受潮变形等问题。关键是还不会影响厨房空间的采光。那说到玻璃推拉门，分为地轨和吊轨两种形式可选，其中吊轨推拉门不仅颜值高，而且地面不积灰，卫生也好搞，这些年可谓是红极一时，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理论上来讲，吊轨门属于地轨门的升级换代产品，无论是从外在的美观度、
还是后期清洁的角度，都是很值得投入的。但实际上，现在装修选择吊轨推拉门的业主越来越少，甚至装过的人也都后悔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在我看来，虽然吊轨门颜值高，但选择安装吊轨推拉门，同时也存在4大弊端。本期小东就和大家细数一下吊轨推拉门的那些缺点，如果你家也在装修，不妨了解清楚再决定。1、存在安全隐患。区别于地轨推拉门，吊轨门的轨道是在门的上方，它是依靠上轨的这个滑轮来实现移门的推拉。这种吊轨推拉门，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用担心卫生打扫问题，而且地面没有轨道，进去也不担心磕碰绊脚。但是咱们从它的这个外观结构不难看出，它的这个承重点完全取决于上面的这个轨道。就拿2联动移门来说，型材金属框加上大面积钢化玻璃，自身重量至少在100-200斤。有些人家里门洞宽，还有做3轨联动的。那么不管是2扇门还是这个3扇门挂在上面，长期这样来回滑动的话，其实对这个上轨的承重要求非常高。特别是包门套安装的时候，这个门套材质不好，承重性差的话，那么用个2-3年后，这个门很容易下沉，下沉后碰到地面就会出现卡顿、或拉不动的情况，暴力推拉还会造成这个门的损坏。另外，这个吊轨门自身重量过重，也会影响到它的安全性。后期使用中，它的这个晃动性比较大，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也会觉得比较危险。2、密闭性差。吊轨推拉门其实还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密闭性不是太好，因为要避免门扇与地面摩擦损坏，所以它离地面有1至1.5公分左右的一个缝隙，也就是说它没办法做的完全落地，就算是完全闭合之后，它也是有些缝隙的。那么咱们安装厨房门的意义就是为了阻隔油烟和噪音，吊轨门的这个缝隙就会导致后期它的这个密闭性和隔音性不好。反观地轨推拉门，它关闭之后下面是完全落地的，上下门都不存在缝隙，所以它的密封性更强，后期隔绝厨房的油烟，包括这个声音都有很好的效果。3、后期维修麻烦。地轨门它是上轨和下轨同时去受力，同时发挥作用。与吊轨门不同的是，它的承重点是在下面轨道上，这个上轨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它是作用力在地面，所以这个承重非常好，也特别的稳固，所以基本不存在维修问题。我家的地轨推拉目前使用7-8年了，还是啥毛病没有。但是这个吊轨门它的受力点在上轨，主要依靠上方的滑轮承重，一旦出现问题，维修的话让省非常的麻烦，而且五金质量不好的话，损坏的几率也非常大。如果重复修几次的话，基本的话让省不久了。4、价格成本高。吊轨门虽然看起来更上档次，但它的市场价格也比较贵。吊轨推拉门不仅需要滑轮、轨道这些基础五金，一般还带一个缓冲器，防止关闭时产生碰撞和噪音，所以相比于地轨门的售价自然要更高。打个比方，市场上普通的地轨门一般价格在600-700元一个平方，但是如果做吊轨门1平方，通常要贵个200-300元左右。价格区间主要体现在五金的品牌和质量，而且现在市场上卖移门的商家一般算面积的话，比如这个3联动起步价就是 4.5 平方，也就是说单扇门不够 1.5 平方的话，它也按照 4.5 个平方收费。那么同样的一个花色，同样大的一个面积，吊轨门与地轨门差价多花个1-2千块也很正常。综上来说，吊轨门其实就是看起来好看，地面卫生好清洁，但从后期的使用情况来看，还真的不实用，存在安全隐患不说，密闭性也差，而且价格还贵。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说，还是建议大家选择稳固性好、经久耐用、经济实惠的地轨门。另外，现在的地轨推拉门经过改良，基本上都是超薄轨道的，打扫卫生也不太影响。